这个老板想在这下面挖一个水井，但是我老爸想把它挖在山坡上面看看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最近我真的是特别的忙啊，钱没挣到多少，人每天忙得不得了。现在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工程，大概60-70米的一个长的护坡，又有10天半个月干。在干这个护坡之前，老板叫我过来，先来这边挖一下，看看究竟挖什么。不得不说，这个老板还是相当有眼光的，叫我这个60挖机过来，把他这个岩石挖一下。因为老板准备在这里挖一个水井，所以叫我帮这个岩石能挖多少挖掉多少，然后再挖掉岩石的位置，挖一口水井下去。那我爸又好好的问了一下这个老板，这个岩石这么硬，这个水井怎么挖下去？问一下他是以何种方式来挖这个水井，我们干活呢也好有个准备，帮他做成何种样式，方便他以后挖水井。哎，先别动，先别动，差点就给他压掉了。这个是个还没有长成的红薯，拿来给老板吧。老板说他这个水井准备用钻井枝来给它钻下去，钻个30米左右的深度，所以不怕这个岩石。老板只要一说这话，我们就明白这活该怎么搞了。我妹妹，你把这种长得跟它钻着高装上，不成肉地不？狗钻点，好的。哦，狗钻点以后这，就是闹个事丢闹个事嘛，得当天的钱。哦，狗钻点。我眼睛刚我大个那个干啥？我会。现在我爸再跟老板说一下，他对这个水井的设想，可能比老板的想法要更完善一点。老板的想法是直接帮这个水井打在这个地的下面。我爸的想法是，帮这个水井打在这个坡上。他跟老板说了，你这个水井既然达到30米，也就不再差那么1米左右的位置了。倒在这山坡上有什么好处呢？最大的好处就是，他房子里面以后的脏水、污水，还有养一些家禽的粪水，不会流到这个水井里面去，不会因为下雨，伴随着雨水，把这些不干净的水流到这个水井里面去，因为这个水井的高度比较高。刚刚我爸跟老板说完了之后，老板恍然大悟，说确实是这样的，他这个房子以后肯定是要养一些什么家禽什么的，所以我爸这个方法还是很好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要挖下去了，但是这个岩石还要挖进去一点，因为它是用一个机子打井，我们知道这个是如何操作的，所以相对来说我们也要搞一点。我们帮这个地面给它整平，整平很大一块空地，方便它这个打孔机的摆设，要不然它这个机子就摆不下去。刚刚这个老板也对我爸说，他们在这方面确实不太懂行，我们有什么知道的也给他指点指点。那这肯定是必须的，帮这个打水井的位置给他清理好了，就开始今天的正事了。今天开挖机过来，不主要是为了挖他这个打水井的空地，主要是来帮人家砌护坡。这个动一下工，破下土，今天是看好日子，挑好时辰来的。这个石头上面还有一包鸭毛，叫老板过来给他拿走，帮这个石头清理到一边。挖机开过去，帮他这个护坡动一下土。只要给他破一下土之后，我们再放到这里，等哪天有时间再过来砌这个护坡。这个老板也是很体谅我们的难处，知道我们忙事多，所以他也不催我们。正好现在又碰上农忙的季节，砌护坡的老师傅们都在家里面收稻谷，所以他们也没空，我们也没空，所以他这个活只能放几天了。反正只要今天破了土之后，以后什么时候有时间过来砌，随时动工都是没有关系的。他的护坡以前也砌过一次，然后塌了，以前是用混凝土打的，所以质量不好。今年叫我们过来砌，但是这些混凝土块、石头块什么的，你也不能浪费。砌湖泊的时候可以填在石头后面，这样质量也是很好的。所以我们帮他先清理一下，把这些挖上来。这个砌湖泊的活不是本地的，很多年以前我们拖拉机从这里经过，然后帮他清理了一下沟渠，留了个电话号码，留了个微信，
经常在手机里面看到我们发的朋友圈，看到我们砌的护坡砌得很不错。然后他这个老板需要砌护坡的时候，就第一时间想到了我们。但是这个老板也不是一般人，他是在云南也是搞工程的，所以他对这个方面也是相当的懂行。但是相对我们来说，越懂行的老板，我们越好相处，越好沟通，因为他们知道做这个是所需的成本，也会给你留下合理的利润。这块大水泥块可能还要拿炮锤过来，给它打碎了再砌，要不然就这样可能砌不上去。算了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，把挖机停在这里，下次有时间再过来搞。今天我们还要去改下半场，哎，这台挖机就停在这里算了，反正挖机也多，也开不过来。这个老板在跟我爸讲解他在云南的所见所闻，希望我们有时间去云南旅游，然后去找他玩。这个老板也确实是干事的人啊，说起话来特别的敞亮。